今天開箱這顆小巧卻超強的 Voltrox 14 Mini F4 F1， 它體積小，重量輕，旅行、工作都超方便，又很便宜，但對焦超快，畫質讓人驚豔。14 Mini 超廣角視野比35 Mini 開闊很多，不管風景還是房地產，畫質細節都很棒。自動對焦快，拍攝靈活，日常生活隨拍也超實用，小巧輕量，超廣，畫質好，大推 Voltrox 14 Mini。以往買一顆超廣角鏡頭都要花你不少錢，而現在居然有一個超便宜的選擇，而且畫質還不賴哦。這就是 Voltrox 的14 Mini 定焦。What's up, guys？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顆讓我驚喜的超廣角鏡頭 ，Voltrox Full Frame AF 14 F4 F1。這麼小顆。现在呢，Sammy 現在目前用的就是微卓氏的 AF 14 Mini F4 STM 這顆超級廣角消费品的鏡頭呢來做拍攝。小巧、輕盈、銳利，重點是價格親民。一顆不到5000元的鏡頭，竟能拍出這種畫質，我們一起來看看它的實際表現吧。各位看到這樣，覺得效果怎麼樣啊？如果做手持 Vlog 來講的話，它可以用不伸長手臂方式呢，就可以讓人拍得比較小，頭比較小一點點，輕鬆的換手。而且由於14 mini 廣角的關係，基本上防手震的情形呢就會好很多，比較不會晃啊晃的感覺。這個鏡頭最直接優點就是視角超廣，14 mini 焦段能把眼前看到的幾乎整個世界都收進畫面裡。無論是拍室內空間、壯闊風景，或是想要營造強烈透視的畫面，它都能讓你的構圖更有張力。尤其在拍建築、旅遊 Vlog 或是房地產影片等，這個鏡頭真的非常實用。其實廣角鏡，特別是超廣角拍攝，有什麼秘訣呢？構圖呢，就是不外乎橫平豎直。而且呢，主題放在畫面中央，因為你只要主題一脫離中央區域9公格之外，它就會迅速的扭曲。你怎麼樣去調節構圖，物體呢也不會好看，你就把它 lock down， 就照在中央吧。如果使用超廣角鏡頭拍攝，思維必須要用以前我們使用正常鏡頭、標準鏡頭啊、望遠鏡頭相反的思維。以前我們運用的思維呢，就是我們利用鏡頭的視角，將我們不要的物體、不要的畫面的影響干擾物呢，把它排除在我們視角之外。但超廣角鏡頭呢，我們就是要利用它誇張的視角來獲得超乎我們視覺寬廣度的效果以及它的延伸性。因此，我們要做的就是在這樣的寬廣的場域中，如何去合理安排畫面中的元素的比重。比如說面積大小，你的地平線放在什麼位置？是破水平呢，還是要維持穩定的視角跟水平線？這些呢，就變成我們要仔細的去安排畫面的元素，而不單純只是排除。我們要合理的運用我們上下左右視角移動，讓畫面中無法去除的因素能夠得到合理安排，甚至成為畫面說故事的好幫手。畫質表現呢，其實比我預期的還要好，在沒有任何數位矯正下，會有一點筒狀變形。但在 Lightroom 或在 ACR 裡，只要將鏡頭變形校正調個+8，幾乎就能完美修正。仔細看中央銳利，邊緣也不崩，收光圈之後整體解析力更均勻，完全不像一顆5000價位的鏡頭。在這個很有趣的造型場景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建築物所呈現出的弧形剛好包覆着，好像個眼鏡一樣。這時候超廣角就可以發揮拍出這樣形狀的透視能力。想象一下，這樣的超廣角，如果用手機的超廣角拍起來會是怎樣呢？手機超廣角拍起來好像也不差，對吧？但其實如果是跟单眼使用單眼加上超廣角鏡頭的話，兩者呢，其實還是有不少細膩度的差別。單眼拍出來的線條會更加細，不會有人工的描邊的感覺，看得出差異嗎？對焦速度也挺快，日常拍照幾乎沒有延遲。但要注意的是，光圈只有 F4， 在灰暗環境下拍攝，有時候會需要手動對焦來確保不會來回移動的失焦。F4 的景深呢相對深，拍起來呢比較像是手機啊或是傻瓜相機那種全面清晰的畫面，不是那種背景模糊的電影感。不過如果你想要拍環境感強、描繪完整場景的畫面，這反而是一種優勢哦。這樣直觀對比，大家就可以看到，超廣角鏡頭很靠近我們拍攝的主題，可是呢，它會讓前後距離變得非常空泛，有點空洞感。最後一點，用長焦距拍，我們可以拍出前後景別的壓縮感，是不是很有樂趣呢？體積小，重量輕，出門旅行或工作拍攝時，放在小包包的隔間，幾乎不佔空間。我覺得它是那種隨身必帶的鏡頭之一，特別適合想練習構圖的攝影愛好者，也適合在光線良好的環境下拍 Vlog 或者是空間介紹影片的用途。今天要帶大家用 Voltrox
14 mini 這顆超廣角鏡頭實測它在城市拍片的表現。我選擇在充滿故事感的台北老城區萬華，一邊拍攝一邊品味這邊的街頭風景與在地美食。來看看這顆小巧卻超強的鏡頭能拍出怎樣的畫面。第一站來到新富町文化市場，這裡原本是日式老市場，如今搖身一變成為文創展覽空間。用14 mini 廣角拍下整個木質結構的屋頂與開放空間，視野開闊，透視感超強。這就是廣角鏡的魅力。市場裡藏着一間超有味道的萬華世界下午酒廠，復古木質裝潢，暖黃燈光，老唱片的旋律，整個空間充滿昭和懷舊感。用廣角鏡捕捉室內氣氛，光線柔和又有深度。接着是 Tokyo Bike 咖啡，從日本品牌延伸出的生活空間，結合單車、咖啡與慢生活哲學。坐在日式老宅中，看着窗外萬華街景，用這個鏡頭拍出寧靜又有故事感的構圖。這次點了一杯香料青草奶茶，清香的青草味配上柔順奶香，簡直午後放鬆神器。還有焙茶巴斯克蛋糕，濃郁茶香在口中散開，陽光透進窗台的那一刻，整個下午變得 super chill。這邊的午餐時間來點萬華限定的創意小吃蒙甲大豐魚丸漢堡，1957年創立的老店，用炸旗魚丸與花枝丸做內餡，搭配手做麵包，外酥內軟，香氣滿滿。用廣角特寫拍下金黃油亮的表面，看起來超誘人。午後甜點時間，先到龍都冰果室吃一碗經典的八寶冰，再到永富冰淇淋。這家可是創立於1945年的老店。我選了芋頭、桂圓、李梅、山球，每一口都像回到小時候的味道。芋頭綿密，桂圓香甜，李梅酸甜平衡，一份只要50元 ，CP 值超高。接着再到九陽冰淇淋，挑戰傳說中的豬腳口味。這裡號稱全台最有個性的老字號冰店，有各式台灣傳統食材跟西式冰淇淋結合，超過70種口味哦。最後走進艋舺服飾商圈與剝皮寮歷史街區，這裡曾是台北的成衣重鎮，如今成了復古時尚寶庫。廣角鏡在這裡特別好用，不論是長廊、紅磚牆或是復古布行，都能完成入鏡。現在聲明來到了萬華區火車站，一出來就可以到達的肯都咖啡。肯都就是非常正能量 ，You can do it all, everything you can make it， 諸如此類的命名含義哦。這次呢點的是著名的蜂蜜拿鐵，熱辣花真超美。這著名的是鹹派咯，4寸鹹派，一人吃剛好，不會太負擔，同時可以享受到鹹派的美味。這次呢點的是墨西哥辣椒蜂蜜拿鐵，漂亮的辣花還捨不得喝呢。By the way，現在14 mini 廣角來做 vlog， 這個廣角呢距離非常近，可以涵蓋相當多背景訊息哦。不過這樣看起來似乎是14 mini 在拍這樣的場景的時候有點桶狀變形，以一顆幾千塊錢來講，我覺得還 OK。不過我覺得要用的話，必須要用 A7S3這樣的高感機器才行，不然它的高感常常需要因為空間太小要拉很高，一般機器可能 hold 不住哦。來享用吧。上唇馬上就接觸到了蜂蜜的清甜，然後入口也是非常柔順，但是极為富裕的細緻奶泡的感受。哦，這個拿鐵可以讓人家忘去煩惱跟憂愁，是蜂蜜的力量嘛？這個拿鐵好評，忍不住要細細回味咖啡從舌頭到喉間那細膩的感受，超細緻。接下來呢，就來吃飯時間嘍。可愛的刀叉。哦，質感很棒，可以開動，這是平胸版的雙擊攝影。然後這起司跟麵粉的烤香濃厚的味道很濃郁哦。菇菌類有很多水分，尾韻來一點點墨西哥辣椒味 ，nice。上面起司微焦那種酥皮的感覺，超棒。哦，這個辣椒香氣很是豐富哦，但入口之後它還是有感受到辣椒微微的香氣出現 ，nice one。這趟走拍萬華的旅程，讓我更確信 Voltrox 14 mini 是一顆非常實用的廣角鏡頭，無論是拍空間、街景還是生活場景，都能以輕盈體積拍出充滿故事感的畫面，小巧卻強大，這就是 Voltrox 帶來的驚喜。而且在夜晚只要收到光圈8或者是11，就能夠拍出漂亮的星芒哦。簡單而言，廣角視野、銳利畫質、親民價格 ，Voltrox 14 mm f4 FE 幾乎是平價廣角境界的奇蹟。如果你正找一顆輕巧、實用又高性價比的廣角鏡，這絕對值得一試哦。如果你喜歡這類鏡頭實測與影像體驗分享，記得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我是真秘放，我們下次見。